那当你得知你最后一次没有抽到 H1B 的时候，你当下是什么心情呢？我当下应该确实是蛮干的。你离开美国工作就是回台湾的分部工作嘛？那薪水有被调降吗？还是你就是领原本的薪水呢？这个方便透露一下吗？我的底薪被砍到砍超级多。就是说你离开美国公司，大概需要在外面流浪多久可以回到美国的 office？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很多人在美国读书之后呢，都是拿着 H1B 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而我先前也有介绍抽 H1B 的过程，以及这2年来因为很多人重复抽取 H1B 导致 H1B 中签率大幅下降的影片。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之前的这2部影片。今天想来跟大家聊聊，如果你是 STEM 专业，连续抽了3年没抽了 H1B， 但是你还是想要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离职离开美国，或是就只能跳槽到能够帮你办 Day One 绿卡的公司呢？今天会简单介绍一下2种续命方式，让没抽到 H1B 的人未来能继续留在美国工作，也会请到我的学长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如果对这样子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影片啦。那第一种方式就是继续求学，以 Day One CPT 的方式继续工作。那 Day One CPT 也是外国留学生比较常见的方法，优点是呢，它比较快捷简便，而且门槛也不高。雇主只要同意你可以在 CPT 的身份下工作，那没抽中的人就可以开始找有签发 F1 学生签证的学校，拿一张 I-20 就可以继续在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那大学毕业的人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再读一个研究所，增加你的中签几率，因为大学跟研究所的抽签的那个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已经是研究所毕业的话，那第2个 Master 的专业呢，就必须跟你现在的工作专业是一个对口。举例来说，你本来是做金融分析师的职务的话，你就是金融系毕业的嘛。如果你要读 Day One CPT 的话，可能就要读一个类似的系，像是会计系啊之类的。而且要注意哦，你必须要找那种是真的有在帮你上课的正规学校，这也是你在找学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有些学校呢，它虽然可以签发 I-20，但它其实不能帮你签发 CPT。还有很多学校，它其实透过招国际学生来盈利嘛，但它其实根本就不符合一些资格。另外呢，使用 CPT 工作，你还是可以继续抽 H1B 嘛。但是当你用 Day One CPT 工作的时候，你接下来抽 H1B 的时候呢，就有被要求要补件的风险。所以找学校呢，你就需要找那种有权威认证的学校啊，那种正规的学校，然后要关注一下这个学校过往的这个历史记录。那网上都有很多名单啦，像我所在矽谷就是有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嘛，这一间学校就是比较常见的 Day One CPT 的学校。所以如果你选这种比较有经验的学校，那就比较靠谱啦。当然啦，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学费都所费不赀啦，所以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身上的钱是必须要准备好的，可能就要做好准备，1年需要付出可能多1万到2万块美金的学费这样。那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非法 Day One CPT 呢？就是他只要求你交学费，你可以不用去上课，不用交作业，不用去学校报到，就是纯挂靠让你直接笑着离开学校的。还有啊，那种很多网络上中介力推的所谓的 CPT 名校啊，这种很多其实都是非法的，所以就必须要先自己做功课。那完全合法的 Day One CPT 学校呢，每年大概需要1到1万5的美金的学费成本，每周的学业呢最少也要2到4个小时，每个月或者每个学期都要去学校报到。那当然啦，你是完全可以在校期间合法的持续工作或者是找工作的。再来就来讲讲 L1 签证。那 L1 签证呢，是美国移民局对外国商人和专家到美国长期工作而发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主要是为了鼓励外国企业在美国做生意和投资。那跨国公司的海外机构呢，必须和美国的机构存在有效的公司关联记录，并且公司必须有业务合同的往来，有银行往来账户以及年度财务报表啊、依法纳税记录啊这些东西，所以就不能形同虚设，不能是个假公司之类的。L1A 签证是签发给跨国公司的高层经理或是行政主管的非移民赴美工作签证，其受益人在美国的居留权限呢，最高可以达7年。L1B 是签发给跨国公司具有专业知识的核心技术人员的非移民工作签证，其受益人在美国的居留期限呢，最高是5年。那其实许多的跨国大公司都有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如果公司希望留下优秀的人才，他们往往会把这些优秀的人才啊调到美国以外的分公司1年，这样就能满足 L1 签证其中一条，过去3年至少在海外的母公司待至少1年的规定。这种方式呢，就会适合在海外有母公司或子公司的这种跨国企业啦。那 L1 签证有什么优点呢？
L1 签证的好处是它没有名额限制，没有对学历背景的限制，也没有对语言水平甚至薪资收入它都没有要求。另外 L1 签证持有者的家人也可以同时受惠，配偶啊或是21周岁以下的子女都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那当然有缺点啦，申请人必须提交申请的前3年内至少连续在此公司的境外分公司工作1年的记录。再来就是你必须要离开美国至少1年嘛，这样就多了很多时间和生活，还有各种就是搬家上面的不方便。而且如果你一旦被裁员，你就失去身份了，因为你的身份是跟着公司的，就没办法再继续找美国工作了。而且如果你被派到加拿大或是甚至是亚洲的分公司上班的话，你的薪水通常会被公司调降很多，比如说被砍半，甚至是砍到现在1/3等等。那接下来邀请到我的学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学长呢，他现在在全美前5大的科技公司工作，由于连续3年都没有抽到 H1B， 那公司就给他选项说可以调回台湾工作1年，然后之后再拿 L1 签证回来。那我们就欢迎 Mr. T 来跟大家聊聊他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Mr. T。那我们 Mr. T 是在美国这个前5大的科技公司工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小小采访一下他这个有关 H1B 的话题。那我们的第一题就是想请问你本身是抽了几次 H1B 呢？我自己抽了算2次，因为我第一年的时候还在做 intern， 所以那时候没有抽，所以是2次都共估。所以就是等于说把全部的机会都用完，没有抽到吗？对，全部都用完了，没错。那当你得知你最后一次没有抽到 H1B 的时候，你当下是什么心情呢？我当下应该确实是蛮干的，但我后来有听说，反正中签率好像就是也10几%，所以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还不错的方案，所以也没有干很久，干了不久之后就开始快乐了。OK， 那刚刚你有讲到公司有给你一些方案嘛？那公司有给你什么选项呢？对，因为我那时候我知道最后1年的时候我才面试我们公司，然后最后进之前我有跟 HR 讨论过，然后他也知道我签证的处境这样子，所以他有跟我说有机会可以被派回亚洲，但是有可能是台湾，但是还没有说定。但是最后我知道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太难过。对，但是一开始谈好的不是这个方案，因为我本身是做 quality assurance， 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到现场做一些测试，那需要碰一些仪器，所以我其实很怕我远端的话会不会架空还怎么样。所以我当初其实最想要用的方案是一个叫做 Day One CPT 的方案。Day One CPT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去申请一些那一种让你第一天就可以开始用 CPT 工作的学校，等于说再念一个 Master Program。但是这些 Master Program 通常会比较水一点，然后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它就是可以让你第一天就开始工作，然后可以让你继续待在你现在工作的公司，然后就是要可能自己付1年应该是1万出头美金左右的学费，然后你可能1个学期需要去一个学校几次这样子。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比较不想要这个方案的原因是我听说那个方案是学不到什么专业技能，因为你等于说在上一个东西，然后大部分同学都是去挂的，所以其实老师教的快乐体也不会到很好，所以基本上学不到太多东西。可是我又要另外工作后又要花时间，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用这个方案。但是因为工作需求，所以我当时又还蛮希望可以去待美国的。不过后来跟公司内部negotiate了一阵子之后，我有跟主管说有这个方案，然后他也帮我去跟 HR 还有 immigration team 聊了一下，发现说公司其实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说我就不能用，可是他会各种劝退你，然后跟你说因为这个东西有它的风险，所以如果到最后H1B 或者跑绿卡的时候没有办不了，那我的后果要自负。对，然后我主管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HR 那边没有讲的事情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illegal 的事情。对，然后反正我后来选的方案是公司就让我派回台湾的公司待一阵子。对，所以你最后就选择了就是回台湾工作的方案是吗？对，没错。 OK， 那这个就是我也蛮好奇的一点，就是
你离开美国工作就是回台湾的分部工作嘛？那薪水有被调降吗？还是你就是领原本的薪水呢？这个方便透露一下吗？可以啊，没啥。我现在的薪水等于是变成台湾的薪水，所以台湾薪水的话，就是我的底薪被砍到剩1/3，对，剩下1/3，砍超级多。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是，我的一开始谈好的那4年的股票是没有动的，所以等于说那里还有趋零，对，所以 overall 的 package 大概砍了一半。OK， 那再来就是那通常那你最后选择就是回去台湾嘛，所以最后就是可能是用 L1 被派回来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大概你需要在美国境外待多久呢？就是说你离开美国公司，大概需要在外面流浪多久可以回到美国的 office？OK， 因为 L1 的话，它 overall 是需要在美国以外的公司待满1年嘛，才可以开始跑这个签证的 application。那我们主是希望我在他们是跟我说想要先让我去加拿大，带我回美国之前，这样子可以跟我们主是同一个时区，对。然后我其实也还没有很确定说我回加拿大的签证是用什么，因为我也还没开始跑。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中国同事，他去年跟我走一样的路，然后他先派回中国之后，然后回去了大概4-5个月之后被派到加拿大，对。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我听起来最快应该会是明年底可以回到美国，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后年初或后年中这样子。所以大约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对，我听起来是这个样子。OK， 那对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是目标吗？比如说，继续在这个组好好做，或者是说你要一回来美国就办到绿卡之后就马上跳槽什么，或者是有任何计划或目标吗？我觉得我的短期计划应该是先在这个组好好干，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是需要依靠我们公司才回得去美国嘛。然后我目前在组内做的事情也还算有趣，然后在台湾现在也是算相对自由，所以先继续做一下。对，然后我觉得之后回去之后要不要换组可能再说，因为我毕竟也要还很久之后才会回到美国。对，但短期目标就是先继续干，然后拼升职这样。对，好，那以上就是我全部想问的问题哦。再次感谢我们的 Mr. T， 这是今天的问题。那如果喜欢这一次的采访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这个频道。好，那我是 Jeff 啊，再次感谢 Mr. T。好，大家拜拜，拜拜。